章节要教大家如何实际应用的操作，透过这堂课来帮助各位吸收及应用这些知识。在这里引用了谢孟达、叶玉恩的使用偏最小平方回归和类神经网络来开发跑鞋外观造型设计之辅助系统。在这项研究中，跑鞋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与感性工学做结合，研究跑鞋模型与消费者情绪反应之间的相关性，深入研究来开发跑鞋造型设计之感性预测系统。在这章节，我们会先介绍他们如何使用第三类型混合式感性工学。首先，他们选择了150张可以使用的跑鞋照片，并使用灰阶减少颜色与材质的干扰。总共选择60双跑鞋样本，作为参考用于产品图像问卷和特征结构。通过采访制造厂、网络搜寻及体育杂志、期刊和广告等，确定出100套形容词语汇。共有72位消费者受邀从20套运动鞋形容词中选择语汇，同时查看60双选定的运动鞋样本照片，最后通过集群分析，选择了4组形容词语汇，用于语义差异实验的问卷，即放松与紧张、正常与休闲、笨拙与敏捷、安全与危险，如图所示。感性系统作业的输入值是产品外观特征属性，而输出值是消费者情绪反应。为了获得整体跑鞋外观的完整描述资讯，他们先采访了10位专业的鞋子设计师和5位鞋子制造厂商，并拆解出整体鞋外观结构，可以解构出9个设计属性，例如鞋头、鞋眼、鞋舌、鞋边、后套、鞋腰、鞋带、鞋领，如图所示。对72名消费者重要性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出6个位置是容易吸引到消费者的注意力，也会影响到他们购买的行为。这6个位置分别是鞋头、鞋腰、鞋底、鞋眼、后套和鞋面，并使用形态分析进一步解构这6个位置，并完成运动鞋形态分析表，包括6个主要设计分类。本研究仅重于运动鞋外观和形态的变化，鞋子材料和颜色不包括在里面。也观察到放置在鞋子两侧位置的设计元素大多是制造商标签，形式和外观变化很大的，类型很多，而且难以分离和分成不同的组别，因此只选择在市场上流行的跑鞋品牌 Nike、Adidas、Saucony、Mizuno、Brooks、Puma、New Balance 和 Asics， 用于形态解构原则。完整的形态解构表如图所示。本研究中，鞋类配件组合的结构包括8种形式的鞋头、4种形式的鞋底、8种形式的鞋腰、4种形式的鞋眼、4种形式的后套和2种形式的鞋面，总共有6大设计属性因子和30个组合元素。这项研究是一个多因素和多层次的实验，
但使用全部因数做实验得到的数量太多了，所以使用部分因素减少到128个，这只有全因数实验数量的1/64。然后他们采用了 Autodesk Maya 3D 计算机动画软体，建构128个跑鞋模型。为了保证参与者只关注运动鞋的外观变化，在对运动鞋形容词语汇进行主观评价时，使用相同的位置，包括材料、颜色、照明、相机角度和渲染，显示128个实验鞋的样本，如图所示。在感性研究期间，通常使用问卷或实验来获得用户对产品的感知。感知指的是心理感觉和图像。本研究采用语义差异法问卷来收集消费者对运动鞋外观和造型的情绪反应。128个实验 3D 渲染图像分为 A 组和 B 组，每组是64个样本。大学生中有42名男性和42名女性回答了实验问卷，每个人2个小时内在24英寸 LED 萤幕上观看 3D 运动鞋图像。通过让参与者观看实验性 3D 样本图像来进行实验，鞋样本在固定的问卷界面上随机显示，如图所示。参与者回答了关于4组形容词语汇的评价问卷，包括轻松与紧张、笨拙与敏捷、安全与危险、正常与休闲，给出从1到9的等级排名。9是参与者在查看样本时能强烈地识别，1是表示参与者对样本没有特别的印象。为了防止参与者经历实验产生疲劳或有任何学习效果，受测者首先观察了 A 组的64个实验样本，然后隔一天再完成 B 组中的64个样本，共回答了2份问卷。问卷的评估数据提供了变量值，可输入到后来的模型结构。本研究的目的是使用人工智慧构建运动跑鞋的感性预测系统。实验数据包括30个设计因素和4组感性形容词语汇。这些设计因素如图所示，并设置为0或1，表示使用或未使用。根据设计因素的组合，从问卷中获得感性的形容词组。因为数据组成的巨大差异性与设计属性和消费者的情绪反应有关。另外，不同的设计属性中包括交互影响的可能，这会导致类神经网络训练期间的收敛困难。为了提高类神经网络的整体建构效率及预测准确率，本研究采用初步预处理、减少或简化数据来识别关键设计属性。这边显示了不同数量的组件和因子下预测的均欢跟误差值趋势图，其中 X 轴是组件数目， Y 轴是平均值4组感性语汇形容词变量的预测的均欢跟误差值。图中的趋势曲线表示，当组成分分析的组成分因子的数量为10的时候，显示出
温和的曲线，但选择更多的因素会导致曲线的快速上升，并且明显存在高低之间的变化。这表示模型预测的错误率已经增加，而且可能是非常不稳定的，也代表原始数据中的设计变量与此现象可能有高度关联。主成分分析仅考虑独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不考虑独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这导致训练资料和验证资料预测的均方跟误差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在本研究中 ，MATLAB 软体用于偏最小平方回归模型建构，并交叉验证出偏最小平方回归的最佳因子数，得到预测的均方跟误差，作为确定和量测模型预测性能的基础。如图所示，由于偏最小平方回归在理论上考虑了独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尽管初始验证误差率可能更高，但只要因子数达到4的时候 ，Price 预测误差率就会降低到最小值。在没有过度拟合的情况下，也获得了稳定的结果。预测效率也比主成分分析更精确。虽然 X 包含高度相关的变量，但是偏最小平方回归仍然能够提供稳定的回归效果。不过在仔细观察整体偏最小平方回归的线性回归模型时，训练资料和验证资料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表示数据变量可能在它们之间有一定程度的非线性相关。图表所示，使用4个因子与偏最小平方回归，以及使用10个因子与主成分分析之间的模型构建性能数据的比较，使用3个不同标准来评估偏最小平方回归和主成分分析模型的性能。这3种不同的评估标准为预测的均方跟误差、预测的相对误差和确定系数 R²。关于4组感性形容词的偏最小平方回归，预测的均方跟误差值均小于主成分分析预测的均方跟误差值。其中形容词语汇笨拙与敏捷，预测的均方跟误差值最低。这表明偏最小平方回归不仅在降维方面比主成分分析表现更好，而且在整体预测的性能方面也更好。来自每组形容词语汇的 R² 的值也大于 0.7， 表示模型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比较它们的结果，偏最小平方回归 R² 的值通常高于主成分分析 R² 的值，笨拙与敏捷的 R² 的值甚至达到 0.97， 这意味着几乎解释了由数据引起的变化。形容词语汇正常与休闲的 R² 值最低 0.6273。虽然偏最小平方回归的形容词语汇正常与休闲、安全与危险的 R² 值与主成分分析 R² 值相比较低，但差异很小。使用偏最小平方回归所获得总体的 R² 值显示较小于平均变化，并且均大于 0.7， 这表明偏最小平方回归在数据降维、模型预测效率
以及本研究中的稳定性或稳健性程度方面，比主成分分析更合适。显示偏最小平方回归倾向于产生优越的模型，因为它通常产生较小的误差。此外，偏最小平方回归的回归系数与系统的已知物理行为一致。在这项研究中，共有6个独立变项 x1、x2、x3、x4、x5 跟 x6 用以表示跑鞋形式，4个因变量 y1、y2、y3、y4 用以表示产品意向评估对4组意向语汇的平均值。这是表示4组形容词的偏最小平方回归系数的强度图。正回归系数代表 x 对 y 的正面影响，负回归系数代表 x 对 y 的负面影响。较大的绝对值则表示出鞋底如果更简单、平坦，消费者会产生强烈的放松感。x62 回归系数的值 0.2 表示附有图案和装饰配件的跑鞋会带给消费者较大的紧绷感。x61 回归系数的值 0.25 表示如果跑鞋不包括添加的图案或装饰配件，则消费者会增加放松的感觉。x15 回归系数的值 0.2 表示具有光滑、圆润和完整外观的鞋头造型，也能让消费者增加放松的感觉。本研究的 X 设计属性代表了各个主要制鞋商的品牌设计，而 X27 和 Saucony 标志有类似的造型，这让消费者有更轻松的感觉。X4 表示虽然鞋眼附件对这组形容词语汇具有负面和正面的影响，但影响程度很小，如图所示。结果表示 X34 扁平鞋底造型对轻松、休闲、敏捷和危险的形容词语汇产生高度影响。关于其他造型属性，对不同的形容词也会有明显不同的强度变化。鞋头对正常、休闲的形容词语汇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它的影响程度与笨拙、敏捷的相比较小。本研究中使用的跑鞋品牌标志仅对正常与休闲、安全与危险这2组形容词语汇有影响。X25 ASICS 标志对正常与安全的形容词语汇影响较多，这可能与格子或网格状的结构有关。X24 Nike 标志的流线型造型表现出消费者对休闲和危险的形容词有更多的感受。关于后套和鞋眼，这些部分在鞋子上的位置相对较小，而且面积也较小，不太能引起消费者的注意，自然地减少他们对跑鞋整体造型的影响。在结论中复习一下刚刚所学的，我们来简单挑出重点，帮助同学们可以快速理解。他们挑选跑步鞋照片与形容词语汇做一份问卷，获得6个对消费者来说具有吸引力的部位，并做出分析表，绘制 3D 渲染图，做成一份语义差异法实验的问卷。渲染图分成 A、B 2组，将问卷获得的评估数据提供变量值，可以输入到后来的模型结构中。接着，他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使用人工智慧建构出一套
运动跑鞋的感性预测系统，因此他们使用类神经网络进行分析，发现到不同设计属性的交互影响，可能会导致类神经网络训练期间的收敛困难，并尝试使用偏最小平方回归模型建构，交叉验证出偏最小平方回归的最佳因子数，得到预测的均欢跟误差，作为确定和测量模型预测性的基础。与主成分分析比较之后，得到偏最小平方回归的误差较小，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因此，以偏最小平方回归为主，进行4个意向语汇的产品意向评估，透过数值得到消费者对造型的感受。下章节我们会为各位同学介绍此预测系统的后续说明。谢谢各位。